你好，过来了吧？老板，嗯，我有个东西啊，给我看看值多少钱？可以啊。呀，这属于银包金啊！你这老板看出来了吗？我这肯定我看出来啊，这外边是银子，里边是金子，这搁哪弄的？真金的吗？咱先不说真金不真金，这是不是你的东西？这我花钱买的，搁哪买来的？可俺那古玩街，古玩街对，一个老头手里买过来的。哦，他给我说的这是银包金，嗯，但是我回家这里面这个，我想看是不是金，我弄不出来。是的，他是焊死了。对啊，我咋弄我弄不出来。他给你买的时候咋说的？他跟我说的里面是黄金的，你可赚了。他说你买了肯定赚。现在市场上确实有好多这个银包金，我先给你称称重量，好吧？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。因为好多这种银包金，现在我也搞不清楚是不是银包金。多少钱买了吧1000块钱。？1000块钱。对，你给我看看能不能卖2000。96克。真重吗？你要是银子的话，没有那么重。银子的话，顶多有50-60克，但是现在已经达到了96克。你准备卖多少钱吧？你说？我准备看能不能卖2000块钱啊？卖2000。对啊，我1000买的，我咋能不能亏本啊？我马上拿个钳子，我给你刀开，怎么弄？钟安，你给我刀开。我等一会儿给你刀开。从这个外观啊来看啊，这外边确实是朱银。这个现在市场上现在有好多这种，我给你刀开，你都卖2000。那我说最少得卖2000，我不是都卖2000。你要是卖2000的话，我给你刀开，咱俩分剩的。你要是不卖，我都不给你刀了。那因为啥？那你要这样，那我还不找你看了嘞。啊，那吧，还没有给我看看那咋着了？我可以给你鉴定费。哦。但是。可以。你不能想分我的钱。不叫我分你的钱。那肯定啊。其实这个银包金啊，就是现在市场搞好多这种。这黄了人的。说实话，你这我只能说你赚了，他都跟那个开那个盲盒一样。你这一次银包金真是赚大了。看管赚多少钱？管赚多少钱？这如果说这一块真是黄金的话，不说多，我感觉着你这要发财的节奏啊。你发财倒不至于吧，就这一点金。耶，不要小看这一点金，55克了，都按50克算。这得多少钱？50多克。50多克，我给你拿计算机给你倒倒，你算算。赚19倍。你别说了。再加上这嘞。这老头没有骗我。你这20倍的收益，这跟开盲盒是一样的。你看这银子它包嘞，这是朱银，这码银的朱银，它头盖用焊住了，这不焊住，我跟你说谁也打不开。你这是赚了，但是10000个里边，这种银包金也没有，才有1个是真的，其他都是假的。那叫我给买住了吗？那叫你赶上了。这银子多少克了？银子40克，黄金50克。银子值多少钱了？40克银子，你自己算算吧。100多块钱。哎，对呀，40克银子也100-200了。你这最起码我说白了，你这19倍的收益真是赚大发了。对。我刚才说想给你分了，你不愿意。那我肯定不分啊。那你说你卖2000，你叫我激动的不得了。我想着我最少我不得卖2000块钱吗？我要还卖1000，我买它干啥？是不是？我给你开玩笑的，别拿。关是我给你一人给你付那个鉴定费。你不要，分不起。谢谢老板。啥东西？拿过来看看呗。那你看一下啊，这个，我看着这金闪闪的怪亮是吧？但是它颜色不一样，我想你给我看看真假。看看真假。这是你搁哪弄的呀？去逛商场去了，领着孩子，然后给路上捡的。路上捡的。小孩捡的。小孩看见的，然后给我指示，我一看都是这，我以为，想着这路上掉的这不太真，然后就装兜了。这路过这儿，现在你给我看看。这是金的，黄金的，你看有点重。是黄金的吗？对，黄金的有点重。那它俩，你看这个它俩颜色不一样，你看，这个有点发乌。它这不是发乌，而且摸着它这个跟那可轻啊。那是的，对，它这个坠子是空心的，它是硬金，你看颜色确实跟这金子颜色不一样。
它属于硬筋。它具体是轻的，就是你感觉到这个坠子可轻，它是硬筋，就是里边是空心的，所以说很轻。硬筋是不是不咋值钱呢？硬筋是一样，硬筋和黄金是一样的。它这含金量都一样，都是99.9%，含金量都达到了。这运气也怪好了，你这10个黄金项链。这个路上捡的这10类这要不了，我给这您看看，卖给人，你给我换一条或者咋弄？你懂吗？人家带过来，咱再带，咱心里面也有点计较。这没啥，他都是带过来。说实话，就是他当时之所以丢啊，也可能是因为这个打不了扣太细了。看它扣子太细了。它可能是扣子细，然后才丢了。这黄金反正就是咋说的，真是真的，按克算的。那昨晚你给我算呗，算折成价钱，然后我给你那里面再调一调。再换一辆是吧？可以啊，你这运气挺好的。然后加点钱，放个新人就可以了。中。老板，俺家捡上一块宝贝。哇塞，好沉呐！我找收破烂的，他们都说收不起。帮我看是不是黄金？哎呀，是不是黄金？我再细看一下，你这个东西确实够沉，我这托在手里边至少有10几斤，可以肯定一点的，这绝对不是黄金。如果是黄金的话，这么大个的话，我这一只手绝对托不起来。这东西这是搁哪来的呀？这是俺家里面祖传下来的，之前一直给堂屋里面放着。我看这个形状可像一座房子。正好我那一天看电视剧，看见以前汉武帝娶到皇后的时候，专门打造了一间金屋。我总感觉这个东西和电视剧里面那个金屋可像。你不能感觉很像，那未必就是那个金屋。很多人经常说你这电视看多了吧？咱们说话得有依据。金屋藏娇它只是一个成语而已，源自小皇帝的一句玩笑话，并没有真正的做那个金屋。况且啊，你这个即使是金屋啊，你自己看看，这管住人吗？你看汉武帝他姓刘，俺家正好也姓刘。我莫名感觉这个东西都和皇室有关系。不然的话，我找好几个收破烂的，他们都说收不起。这别人收不起，肯定有一定的原因。首先，你卖东西啊，无论是啥，你都得面对现实。可不能把它想得太美好，你就胡乱要价，不然你啥时候也卖不掉。我敢问一下，你这给收破烂的要多少钱？我就给他要了10万。这如果是黄金的话，那远远不止10万。这几天找了好几家收破烂的，他们都说收不起。10万，看来你是找错人了。一般像我们这里收破烂的呀，大多都是上年纪的人。你别说10万了，你就是卖给他们一个上千的东西，这基本上大多数啊，他兜子里都没装那么多钱。我看你这个绝对不是黄金，外边刷了像是一层金漆。你可不管乱说话。这东西在俺家，我记事的时候都这样嘞，这咋可能刷一层漆嘞？你都说说能给多少钱吗？咱们先别谈钱，谈钱啊有点俗。你这个东西首先来看啊，你看它这表面有很多这个气泡，这种气泡的产生，说明它在做出来的时候啊产生出来的。通过这种材质可以肯定和这个黄金无关。再加上它的重量也与黄金不符，通过这次全方位的细看，你这个做工啊，其实并不是太好。我这边有个吸铁石，来看一下它的反应吧。吸着了，你这很明显，这都是一个铁疙瘩。吸铁石能吸到也不一定是铁啊。那过去那个金银里面含的都有铁。你做这个嘞，你应该啥都知道啊。那是的，这个不跟你抬杠，因为过去的炼金技术达不到现在的水平，只有很少微量的杂质没有提炼出来。总体来说，含金量你像金条啦，都能达到98%以上，没啥问题。才不是嘞！我看那有些银元，那很多人拿吸铁石来翻。我这个黄金只能说不纯，你开个价吧。你这个东西我真要不了，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啊，银元用吸铁石来翻，那都是一些无聊的人在闹着玩的。银元和黄金还不一样，金砖、金条、黄金量，它的含金量很高。银元是流通货币，为了在流通过程当中不使它磨损变形，是故意往里面加10%的铜。而过去的铜啊，它没有提炼干净，里边有少许的这个铁，所以很多人啊经常用吸铁石在那里翻。它的原理是这，和这个黄金啊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再说和你这个铁疙瘩一点关系也没有。不管你咋说，我这个你能给多少吧？能给多少？这个说实话我还真要不了我确实要它没用。铁疙瘩的话，对吧？我要它干啥？
这样，我这要不了，并不等于他没有市场。你再找找那些收破烂的，说不定那些收破烂的能给你个好价钱。送你一句话啊，鉴定结果太让我大失所望。那没办法。说到我们每天遇见的稀罕事儿，我觉得就像写书一样，不胜枚举。今天就有一位年轻人，塑料袋打开之后，拿出2只蛐蛐，让我来鉴定真假。拿出来明明是黑黑的样子，非得开口第一句问我，看看我这2个黄金蛐蛐咋样？搞得我想笑，却没笑出来。这咋看也不像黄金的，难道是在逗我玩？还真的把蛐蛐当宝贝了。恕我眼拙，这个好像是银的吧？你看仔细点吧。家里老头给我的时候说是黄金的，我又仔细的看了看，这颜色就是不对。来，你看一看，我给你拿一个黄金的貔貅来对比一下颜色。黄金色其实应该是金黄色的，而这2个蛐蛐明明显得就是银黑色嘛。那你先说这个是不是纯手工做的？纯手工做的没错呀，但是手工做的不一定是黄金的呀。再说重量也达不到，不可能。我们家在过去很有钱，就是属于那种穿金戴银的家庭。这个就是我小时候玩过的小玩意儿，你小时候没见过吧？还真别说，我小时候倒是真见过。但是和是金是银有啥关系呢？我仔细打量了一下它，莫非来找我吹牛来了？还真的被我猜中了。既然你没有见过，今天我就让你长长眼。我去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没事，我就让你给我参考一下。因为最近准备结婚下礼，我准备用它当做定情之物来送给自己的女朋友。我见过定亲送3金的，倒是没有见过拿这个来下礼的，还真是一个稀罕事儿。因为结婚是一件大事儿，在我们家不能将就了女方。今天让你来给我参考一下，拿这个去下礼是不是有点大手笔了？还真别说，这小伙子也太能吹了。我要是啥都不懂，肯定被他的话给绕晕的。我说这2个蛐蛐有点多了，还真别说，他感觉也是多了1只。但是既然是拿来定亲用，拿单不好听，反正结婚之后还是自己的东西，就干脆给大家带去2个图个吉利吧。其实这个黄金的蛐蛐虽然说在我家有这么些年头了，我觉得用它们来下礼足够显示我们家的诚意了。我这个时候还能说什么？好像我是多余的，只能点头应承着。既然咱们开门迎客，总不能和他闹个脸红脖子粗吧？见我什么都不说，他自己在那里说了一会儿，感觉炫耀已经达到了目的，最后得意洋洋的走了。最后我觉得吧，管他3721嘞，想像蛐蛐那样一鸣惊人，光是炫耀远远不能服人的。大家觉得呢？说到10几年前那次黄金大跌，我相信很多朋友因此喜欢戴黄金手镯，有的是为了捡便宜，有的是为了投资。今天一位老顾客大哥兴致勃勃地拿着媳妇儿的手镯来找我，感叹10几年前自己买的黄金首饰太少了，按照现在黄金上涨的速度，当初都应该多买点黄金，只可惜当时就给媳妇儿买了这1只手镯。我接过手镯看了看，这是硬金手镯呀，当时能买得起的这个也是有钱的主。什么是硬金？仿佛他好像什么都不懂。硬金就是空心的，看着特别大，重量特别轻，款式特别精美。我这话还没说完，他好像感觉哪里不对，直接打住我的话语说，当时我买这个手镯是为了投资，就是那种既能戴上手镯，又能希望涨价之后能赚一些零花钱。好家伙，仅凭他这样的想法，每次我听到别人说的时候，只能是呵呵了。哪有那么好的事？你别不相信啊！当时我都算好了，1.5能拿到50克，现在怎么着也能翻一番不是？不讲3721，我肯定是有的赚呀。其实我是不想打破这位大哥美好的想法，可是想象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呀。我说你先别高兴得太早，我给您称一下就知道结果了。这是硬金手镯，上称一称，只有想象着50克的1半。看到这个结果，大哥确实着急了，这不可能，你的秤绝对有问题。我说大哥，你先别着急，秤只是一个参考。看到这个手镯的小孔没有？这就说明它是空心的，要是实心的话，戴到现在可能就大赚了。既然现在这些重量，说明当时你在选款的时候没有看清楚重量。看来我说的话，大哥也是深有感触，眼见为实，毕竟10几年前也没有太在意这些细节。本来是10年前买的金手镯，想着最近黄金大涨，
感觉着戴了这么些年要大赚一把呢，结果没成想却是傻眼了。其实现在很多首饰都是这样的硬金，它们也是纯粹的首饰而已。如果真的想戴着戴着能大赚一把的话，我觉得确实有点异想天开了。毕竟不是所有的黄金都增值，最少一口价的东西还是要谨慎对待。大家觉得呢？运气好，喝口凉水都能长胖。花50块钱白捡了一块银元，还是一块带龙的龙样。确实是一块龙样，哇塞，还是一块罕见的这个短须龙。这花50块钱买的，那绝对是捡大漏了呀。这可不是我买的呀！50块钱上哪买银元去？这是我白白捡的。50块钱确实买不到银元，你这个看着也不像白铜的呀，正儿八经的纯银，这我都纳闷了，你这捡了咋还花50块钱？哎，我跟你说它来历吧。昨天晚上我花了50块钱住了个青年旅社，然后我手机不小心掉床底下了，找个木棍跟那扒手机的时候扒出来一块银元，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？原来这个银元是这样来的。怪不得你说喝口水啊就能长胖，在床底下发现的话，应该是别人不小心掉下去了。这说明你的运气啊，确实是挺好的。运气确实不差啊，人家不都说龙阳可贵吗？帮我看能值多少钱吧？对，龙阳比普通的这个其他银元要贵很多，只是和他们这个发行量少有关。而你的这个确实不得了，这可不是普通的龙阳，这块是大青短须龙，是属于典型的样币。当年像这种银元啊，压根就没有发行，只是简单的试铸了一下，所以它这个存世量极少。目前对于它的行情啊，实话实说，我了解了也不是太多。没事，我了解，我这几天都没睡着觉，天天都给这研究到底能值多少钱嘞。有这种想法也很正常，现在也都是网络时代了，这个手机打开查询一下这个价格，差不多就能知道它的行情。只要不是被别人忽悠带偏节奏啊，价位也是8、9不离10吧。你这天天晚上睡不着觉，这想必应该也有一个差不多的这个价格，应该有一个结果了吧？有啊，综合大家的估价，这块银元市场价500万没问题，都相当于买了一张彩票中奖一样。我都计划好了，年纪轻轻买套房，再买辆车奖励自己。这看来你对这个银元啊，确实下了功夫，能卖多少钱都研究得很深，以至于有钱了怎么犒赏自己都想到了。你想了其实也没错，像这种短须龙，它这个存世量确实较少，现在收藏讲究的是物以稀为贵，况且啊，你这个底板实话实说也是一流的，打个皮盒恩盒给个 SP63 完全没问题。但是事出反常必有妖啊，像这种大真级别的银元啊，怎么可能会在一个50块钱一夜的这个旅馆内出现呢？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？这别人不小心掉嘞。说不定他知道的时候也不知道掉哪去了。你说这话也有一定的道理。这个就你现在拿来的这块银元啊，说实话给500万太屈才，太小看他了。在他的身上啊，你看他这个褒奖是还五彩，真正的还五彩褒奖啊，你别说在这个样币上了，你就是放普通的一块那个袁大头上，对吧？价钱1000多了，立马就能水涨船高到3000。何况你这个银元我仔细看了，壁面你仔细瞅瞅，说实话就像一面镜子一样，没有丝毫的这个花丝，就像是新的一样，是新的。这话你能听明白啥意思吧？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不都是品相好吗？能卖多钱？但是我要求不高，反正不都是跟捡的差不多。言归正传嘛，你这个银元说实话我看半天了，咋看咋不对。我说新的意思其实就是新铸了，不是正儿八经的老银元，它的包浆太浮，边齿太软，壁面各方面的压力不过关，典型的现代的仿制银币一枚。反正你也是捡来了，没花1分钱，也算不上捡大漏，捡个小漏应该是没啥问题。我不明白说啥意思，你都直接给我说能给多少钱吧？行，那我就直说吧。就你这个真银假币啊，我看也就是一个银价而已，卖破烂的话也就100块钱一个吧。100？对，我要500万，你能出100吗？这砍价砍的也太厉害了吧！不存在砍价之说，真假你得先弄清楚。建议你啊，你还是找个高手给你看看，然后再了解市场行情。算吧。啥东西拿出来看看呢？我这2天项链，我想变现。2天项链。咋不戴了？不想戴了，都想变现。想变现了？这可是
这个出来是真的，这洗里可是假的呀。那不可能嘛，我家花9万几买的。搁哪买的？在店里。在店里，你自己拖拖，来，你自己拖拖这个啥，拖拖这一条，然后再拖拖这一条，你拖拖的重量都不一样。是的，这个重一点，这个轻一点。但是他跟我说是，我是发这个买的时候比这个贵啊。但是他跟我说这是实心的。这实心，他这不是关键，不是实心的。来，你看看对比一下，自己对比一下，两个颜色看一样不一样？看没？哎，颜色都不一样。要新一点。它不是新一点，它这都是假的，知道不知道？假的吗？啊，你看这个 W 扣，跟这个 W 扣，你自己比比，颜色都不一样。你自己也拖出来了，这个重得很，那个轻得很，它不是新一点旧一点的问题。你看你这 W 扣上面有钢印，这个 W 扣啥都没啥。这个在小店买的不是真的。你这不是给小店大店的问题，它这不是黄金，知道不知道？颜色都不一样。谁给你买的？俺朋友给我买的。那朋友给你买的？肯定不是一般的朋友啊。你买这个，这假的。那我肯定不是搁金店里买的。你肯定是搁路边儿。10来块钱老虎阳买的。啊，这个吧，这个是真的，这大眼一条，你看它大眼一条，这黄金都是黄朗朗的颜色，这假的透，它那颜色都不对。那我得去找他去。那你找他，你赶紧去找他，因为啥呢？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几块钱，是不是？你要10来块钱买来都不用找人家了，是不是？几十块钱买来都不用找人家了，带着玩呗。啊，这个是确定是黄金。我也不缺不红。那说老板，我先不变，我也去找找他。那你肯定得找找这个东西，既然是假的，你都得找找。反正这是铜的，确定无疑是铜的。那不知道。那你不知道，那你先问问你朋友。啊，我先问。我给他打电话。就这儿，就在这儿就走呗。搁这里边的呗。就这儿。我结了好多年了。结好多年了。好多年。这个是铜的。这金的，这黄金。铜的。黄金。生锈了。上一次人家都给我说是黄金，我没卖给他。这是黄金，这是黄金，这胸章，这黄金胸章，还有啥？还有，你看看这大黄金，大黄金，这个是合金，这黄金，这也生锈了，看没？这生锈了，生锈了，还有没？还有，这个啊，这个是黄金，对，这个是黄金，这都不是黄金，看见没？颜色都不一样，你看它都生锈了，这个没生锈，这是黄金，但是黄金上面带个石头，这石头得去掉啊。这是黄，都是黄金。还有没？这是小玩意儿，就这一个是黄金，其他都不是黄金。有。那是有汉，这是有汉。这不是黄金，这是有汉。那这个都这一个黄金，叫石头得去掉，你看中不中？那不。对。咋说呀？这？咋说呀？那你现在417。你看都是500了，都卖500了。但是商场的那价格弄不了。商场都卖500了，这是。商场弄不了。再说你这商场这500，这商场也要。这商场这你就是说不是？那绝对不是。你出来。这要是黄金的话，我给你一个金砖。这不是黄金。假的。这假的，你看颜色都不一样啊。就这一个是看你咋说。要就是全部要，这是黄金。全部都要了，那这不中。这是黄金。那你改天去商场去看看吧，钥匙都拿着，什么了？你去商场去看一看。到商场。你上商场去看看。商场都卖500了。500是商场的卖价，改天去商场去看看吧，好吧？好吧。大家看一看啊，其实这咋说的，这都是合金，这都是合金。
前几天有一个男子拿来一包金珠，说是自己在路上捡的，第一时间就来我这里变卖，还豪气地说这袋子金珠有半斤左右。我接过一看，哪有那么多，顶多也就几十克而已，说我废话太多，就催促我收不收吧。我说既然是你捡的东西，那就放我这里，别拿走了，交给警察来处理吧。那几天天一直在下雨，店里基本没什么顾客。一男子拿着一包金珠来找我，说是自己在路上捡的，还豪气地说有半斤重，来给我鉴定一下真假，要立马变现。我接过金珠，一看在路上捡的，哪有人会把金珠丢在路上？他说还真的很巧就被自己赶着了。我接过金珠一看，这个金珠全是空心的，应该是同行买的，一些穿手串用的金珠，可能不小心掉在了地上，正好被这位男子捡到了。我说你的金珠我不能要，他好像有种那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感觉，说这包是假的吗？我说不假，但是没人能证明你是捡的。然后男子不愿意了，你不要也得要，要也得要。我一听这语气啊，就是给我杠上了，有种强迫买卖的感觉。最关键的就是他的金珠根本没有半斤，如果按半斤来收购的话，我不是赔得吐血吗？看来我是碰上了一个硬茬。我说这包金珠是你捡的没错，既然是你捡的，那你就把这包金珠放在我这里。小的时候老师没教你吗？捡到1分钱一定要交给警察叔叔。没想到我这一招还真管用，男子刚才的气急败坏，现在也是没有太多脾气了，竟然给我连忙赔礼道歉，说自己态度不好。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这包金珠确实是捡的，我就是来鉴定一下真假，如果是真的，我还要去捡的地方寻找失主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做生意的求的就是一个和气生财。既然这位男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咱们也没必要和他继续纠缠下去。看着这位男子远去的背影，再想一想刚才那一包金珠，我发现一个问题，现在很多人捡到东西，不是第一时间寻找失主，而是第一时间来鉴定真假。很多人会质疑，毕竟认识黄金的人不多，只有鉴定真假之后，才会有后续的打算。当然，上次这位男子也是的，明知道强扭的瓜不甜，却还是要硬碰硬，结果自己乖乖的走了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大家觉得呢？啥东西拿出来看看呢？我这2天下来，我想变现。啊，2天下来。咋不带了？不想带了，都想变现了。想变现了？这可是，这个出来是真的，这洗的可是假的呀。那不可能嘛！我想花9万几买的。搁哪买的？在店里。在店里，你自己拖来，你自己拖这个啥，拖到这一条，然后再拖到这一条，你拖到的重量都不一样。是的，这个重一点，这个轻一点，但是他跟我说我这花，这个买的时候比这个贵啊，但是他跟我说这是实心的。这实心，他这不关键不是实心的，来你看看对比一下，自己对比一下，两个颜色看一样不一样？看来，颜色都不一样。新一点。它不是新一点，它这都是假的，知道不知道？假的吗？啊，你看这个大不了扣，跟这个大不了扣，你自己比比，颜色都不一样。你自己也拖出来了，这个重得很，那个轻得很，它不是新一点旧一点的问题。你看你这大不了扣，上面有钢印，这个大不了扣啥都没啥。这个在小店买，他说是真的。你这不是给小店大店的问题，它这不是黄金，知道不知道？颜色都不一样。谁给你买的？俺朋友给我买的。你朋友给你买的？肯定不是一般的朋友啊。你买这个，这假的。那我肯定不是搁金店里买的。你肯定是搁路边儿。10来块钱老虎祥买的。啊，这个吧，这个是真的，这大眼一条，你看这大眼一条，这黄金都是黄朗朗的颜色，这假的透。那颜色都不对，那我得去找他去。那你找他，你赶紧去找他，因为啥呢？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几块钱，是不是？
你要10来块钱买来都不用找人家了，是不是？几十块钱买来都不用找人家了，带着玩呗。啊，这个是确定是黄金。我也不缺不红。我说老板，我先不变，我也一找着的。那你肯定得找着这个东西，既然是假的，你都得找着。反正这是铜的，确定无疑是铜的。我不知道。那你不知道，那你先问问你朋友。啊，我也问。我给他打掉。